连词就是用来表示两句话或词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。今天我们来讲日常生活里最常用的连词，我们来搞清楚这些词怎么用，需要注意一些什么。如果我们要描述的事物是并列关系，就用和，比如我和你，红色和绿色。来说一下发音，这个词的发音很轻很短，听起来就自然一些。和。下面我会提到3次和这个字，用灯泡来提示。我再讲个好玩的词，王八和绿豆，这也是并列，但它不是一类事物。其实王八和绿豆是个歇后语。乌龟这个动物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称为王八。王八的眼睛外圈是绿色的，大小呢和绿豆差不多。这个词就用来形容2件不相关的事儿，或者用来形容2个人互相喜欢。但是因为乌龟是动物，绿豆是一种食物，所以这个词是个贬义的描述。我补充2点，首先和这个字它可以作为连词，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。比如兄弟不和，意思就是兄弟之间关系不好，而且它是个多音字。还有鹤、或、活、胡这几个读音。鹤这个读音常用的词就是一唱一和。一唱一和，字面的意思就是我唱一句，你跟着唱一句，听起来很和谐。平时我们会用这个词来说某个人附和别人说话，比如说他呀总是一唱一和的，有自己的想法吗？或、活这2个词就是搅拌混合，比如和点水泥把洞堵上。胡这个字是打麻将赢了就说胡牌。麻将是4个人坐在一起玩的游戏，有说有笑的，算是一种社交。我不会玩，因为我觉得算是赌博吧。不过我们有个词是小赌怡情。小赌怡情这个词的意思是这种小小的赌博可以让心情比较愉快。好，我们来说选择。如果是2个并列的事儿，需要对方选择，就用还是。你想吃火锅还是日料？哦，不是火锅就是日料的，还有别的选项吗？还是。规则是提问的时候呀，一般用还是。比如 A 还是 B， 回答或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用不是什么什么，就是什么什么。比如他下了班不是去喝酒，就是去跳舞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是就是这种表达方式有点抱怨的情绪在里面。这个句子喝酒和跳舞，有些人呀觉得不是好事儿，所以抱怨。再比如，他不是玩游戏，就是看电视。他不是玩游戏，就是看电视。这个词在生活中就有吞音的情况，是字会被吞掉。比如，他不是玩游戏，就是看电视，会说成他不是玩游戏，就是看电视。这2个词除了转折，还有别的用法。比如，不是你有完没完？还有，你就是太任性了。不是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就是太任性了。你要注意，在这2个句子里，不是转折的意思。第一句话的不是，其实没有实际的含义，就是在表达不耐烦的语气。比如，
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呀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呀。第二句话的就是是一种下定义的描述或评价，凭借自己主观的感受给某个人贴上标签，比如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，哪样的？好像不太好的样子哟。就是这个词还用来肯定别人的说法，比如一个人给你说了一件事儿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你觉得很同意，就可以说就是，或者说对呀，就是的，就是的。因为发生了什么事，或由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所以导致什么样的结果。因为、所以这两个词使用非常灵活，可以一起用，也可以只用一个。比如，因为下雨了，所以没去健身房。也可以说，因为下雨了，没去健身房。下雨了，所以没去健身房。我们现在来说转折的描述。什么叫转折呢？比如本来是直走，突然左转，这样就算是转折。我们说一句话也会有这种转折，比如虽然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想听。虽然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想听。虽然，但是就是很典型的转折连词。这两个词可以省略前面这个词，比如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想听。这样说完全没有问题。如果省略后面这个字，表意就不够明确，建议不要这样。口语里比较喜欢说不过，你说的对，不过我不想听。不过就是但是的意思。你这个方案很好，不过我觉得这儿还可以再改改。不过我觉得，就是但是我觉得。不过这个词，当它在句首的时候是连词，你要注意，比如一对情侣吵架了，也有人会问：不过了是吗？不过了，这种是说过日子的过。如果结合上下文来听，就不会理解错啦。如果这个词呢，就是假设的意思。这个词呀，一般用在句首，比如如果排队的时间很长，我就明天再来。如果你不喜欢吃，那我就吃了。有一个如果的同义词，假如，在日常生活里偶尔会听到这个词。口语里面呢，更喜欢用如果。这两个词通常会和就这个字搭配使用。比如，如果我能去月球就好了。如果就，假如每天有40个小时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发音。就这个字呀，发音就比较轻一些。你再听一遍。如果我能去月球就好了。就好了。假如每天有40个小时就好了。还有一个更口语化的词，要是什么什么的话。这两个词可以成对儿的使用，也可以单独用。区别是加上的话，表达的语气就会变得缓和一些。我们来看这组例子，感受一下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可能不会去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不会去。我要是你，我才不去呢。我们来理解要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要是个连词，就是如果的意思。是个动词，所以第二句话换成要是就应该是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不会去。好，
总结一下，前面3句话是一样的意思，第4句话没有的话，所以表意就非常坚决。只要，这个要字也是如果的意思，只就是仅仅，只需要满足这一个条件就好了。只要你同意，我们马上结婚。只要你没洗过，就可以退货。这个只要后面可以加就字，也可以不加。万一这个词呀，可以在句子前面使用，也可以在后面使用。如果在句子前面，就表示极小概率会发生的事情。比如，万一打雷呢？现在去山里很危险。万一打雷呢？万一他没看见纸条呢？你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万一他没看见纸条呢？万一遇到坏人，能跑就跑。如果这个词用在句末，就当名词来用，是指特殊情况，所以要加上动词。比如以防万一，这个防字就是动词。再比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这句话呀，特别口语化，经常听见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前面这个1万是个数字，数字是不需要害怕的。万一就是指不好的事儿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这句话也可以只说后半句，比如这么晚了，你别出去了，就怕万一。你别乌鸦嘴行吗？乌鸦嘴意思是说了不吉利的话。1万和万一这2个词里的一字为什么发音不一样呢？我在这个视频里已经讲过了。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